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你及时的收看我的节目，特别是加了会员的话，肯定是赚钱了。前天我在美国非农数据公布的时候我判断非农数据对盘面的影响不会太大。果然呢，非农数据公布好于预期，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大跌，但是呢，这个数据公开了以后，对盘面的影响不超过5个百分点，也就是3%左右吧。哎呀，我是真的高估了美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啊！你说这生活压力一变大，美国人也像勤劳的中国人民一样了，都出去找工作，努力搞生产了。果然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奴性。看来美国人民对社会的压力变大，还是能忍受的嘛，对吧？这一加息，把你们逼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们反而去找工作了不去怪政府的政策。面具人，我之前还觉得美国人反抗精神强，加息加的他们受不了了以后，他们就反抗了就会导致政府不加息了。可是呢，目前来看呢，美国人还能接受，而且政府这个加息的激情还没有衰减。温水煮青蛙嘛，对吧？一点一点给你加上去，啥时候加到你受不了了为止其实非农数据比较好证明美国人对加息的耐受力还不错。那这就证明了接下来还有加息的空间。权贵们其实都是无底洞的，他会一直加息，一直加息，加到什么时候韭菜们都躺平了、崩溃了、绝望了，才会放缓，再刺激一下经济。而且这个加息它的后面还有政治动机，那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先来说一下这个非农数据一公布我就在会员群给出了财富密码了。我当时的投资策略是 ATOM 和以太坊结合着买。ATOM 我在上期节目就说了，我观察了很久了。以太坊的话，我是因为担心它的上涨动能不足，盘子太大不好拉，所以呢，我配合着 ATOM 一起买。当时以太坊我在会员公告给出的点位是$1320以上就能买，点位是判断准了，只不过呢，以太坊的反弹力度不够，反弹到了$1340左右就给跌下来了，然后呢就再也没有上去过，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波利润它这个反弹能让你赚的钱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面具人我才要有2手准备。我当时估计以太坊就会出现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还多买了 ATOM。ATOM 的表现就非常好了。我在会员群给出的点位是$12.4以上就可以买，我自己是在$12.8买的你们看 ATOM 的走势很强，在非农数据引发的下跌当中，居然还逆势上涨，从12.6涨到了13.4。目前比特币、以太坊都跌下去了，但是 ATOM 没有跌太多ATOM 还仍然保持着涨势，在13.1左右维持着。那从12.6涨到13.4涨到13.1，这波的利润都还算是不错的。你就算没能卖到13.4的高点，你在13卖，你也是有不少的利润的。所以呢，面具人我也想借这种投资策略来告诉大家，你们自己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多几种选项，不要把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呢，一定要看面具人的节目，并且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好，我们来聊一下美联储加息的事儿我判断美联储加息无非就是3个选项：爆冷加50个基点，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小；爆冷加100个基点，这个概率不小；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最大。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分析，加息75个基点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为什么面具人我要把加50个基点和100个基点考虑进来呢？那这就要牵扯到美国的政治斗争了。你们要知道，11月8号美国会开启为期1个月的中期选举。从11月8号开始，会有一些州陆续的开启投票大赛，而有些州呢，则还要排队，一直维持到12月10号出最终结果。而下一次的美联储加息的日子是11月2号。
这个加息日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的1周左右。那从这个时间段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次的加息对中期选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美联储的掌权人是鲍威尔。其实美国的政治和中国有点像，你们仔细观察一下美国的这个加息不加息，从来不是百姓说的算的跟中国的政治体制很类似。不过也是中国的人大代表体系就是从美英学来的。像加息这类的决定民生的政策西方国家也是假民主的，都是由美国的类似于人大代表的权贵们来决定的，韭菜们是无权参与的，韭菜们只能被代表。那美联储现在的头是鲍威尔吗？那鲍威尔是何人？其实民主党最希望的美联储主席是耶伦，让他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因为耶伦是民主党的嫡系，而且呢，他的经济政策偏鸽派，符合民主党的一贯的关爱底层呀、自由经济呀、大撒币的这种政策当然了，民主党撒币是给自己国内人撒不是给国外人撒。如果说耶伦在，现在美联储的加息是不可能这么狠的，而且耶伦在前段时间还呼吁过要减息。但是政治是不可能独揽大权的，就算是中国的8大常委里面，它也有江派、团派，对吧？美国也是一样的，虽然民主党当总统了，但是你也得给共和党安排一些重要职位，这就是政治交易。鲍威尔是川普破格提拔的，鲍威尔是早在川普从2017年就开始要任命他，而且鲍威尔也是美国30年来唯一的一个不是经济专业的美联储主席。川普可以说是把一个不懂财政经济的人搞成了财政经济的一把手。那从这方面来看呢，川普对鲍威尔是绝对有知遇之恩的。毕竟嘛，你把一个不懂行的人硬给捧成了这个行业的顶尖人物、大权人物，换谁他都会感恩的，对不对除了面具人，我之前带过的那些傻逼中文博主过河拆桥，不讲道义，没有任何的信誉可言不过这种现象在咱们华人圈发生的概率是比人家注重契约精神的白人圈要高得多。不聊这些恶心事儿了。话说回来鲍威尔对川普的忠心程度，你们其实可以参考连普通话都讲不好的栗战书被破格提拔为国家3号人物，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这是一个道理。习近平把栗战书从一个连个那种农民村支书讲话都讲不清的那种水平直接给你提到了国家政治局常委。你说他不感谢死习近平？这鲍威尔对川普也是一样的，他能不对川普忠心吗？而且鲍威尔对共和党也是铁铁的忠心，他自己曾经多次自掏腰包上供，捐钱支持共和党的人去参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拜登搞经济以来鲍威尔一直在和拜登对着干，并且鲍威尔从来没有鸽派过。在2017年的时候，鲍威尔就主张疯狂加息的。他说加息的力度越大越好，加息的频率越高越好。而加息刚好和共和党的那些保守派、低福利、经济紧缩、压榨韭菜、反对阶级流动的主张是一样的，这就是保守派一贯的思路。或者说呢，鲍威尔他所谓的什么加息呀、降低阶级流动性呀、紧缩民间资产呀，他其实就是在执行共和党的命令。而且美国目前两党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已经快接近南北战争时期了你在之前的美国大选，你还没有见过前总统和现总统互相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互相要把对方送进监狱之前没有。现在美国的总统，前总统和现总统只能有一个人活，必须要有一个人进监狱，不然这事儿没办法解决目前呢，你看不到双方有妥协的意愿，所以呢，加息50个基点的这种给面子的产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可能性，但接近没有
其实呀，加息75个基点已经算是给民主党面子了。可如果共和党想要加大对民主党的打击，那么在大选前加息100个基点是足以摧毁民主党的这种以高福利、宽松经济政策吸引来的票仓的。所以，面具人，我个人对下一次的加息力度不太乐观。但是，钱还是要赚的，庄家们也是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他们也要吃饭。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月还有比较宽裕的时间的这个月他们可能会组织一波绝地反击，收割一波韭菜的，给韭菜们制造点希望，拉高一点，然后再把他们割了。但是具体能拉到多高，这个谁也不敢保证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拉到太高以太坊能拉到个1500了不起了，比特币呢能拉到个21000了不起了，对吧？但也仅限于这个月，而且具体能反弹多少，真的是个问号。不过我感觉币圈已经开始在布局反弹了。你们可以观察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比特币跟美股的关联系数之前比特币跟美股的关联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比特币每当跟美股关联的比较强的，一般是因为美股跌，它也跌，所以这叫关联强。那美股涨，比特币不一定见涨但是现在比特币的波动系数比道琼斯更小了，看起来是有点要走独立行情的苗头。毕竟嘛，币圈的体量小，好控制嘛，整个币圈的市值还不如一个上市公司呢。所以呢，以太坊跌破1300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因为现在庄家们明显在控盘。而且呢，你退一步来说，以太坊就算是要跌破，跌到了1290了、1280了，我认为呢，会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机会。控制好仓位，可以逐步的去自己排一些点位，比如1300几、1290几、1280几，加上几个仓位，看看情况，有涨了那你就套利，再跌了的话你就相对保守一点我们控制不了市场，我们只能预判，我们能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那至于具体的点位和仓位，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毕竟做视频的话及时性不是很好。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123456776542221